大家好，我是郭杰瑞，我现在在上海。今天我有一个挑战，在一家游戏公司当制作人。你好，今天是来做制作人的工作的吗？因为我们江南百景图这次徽州府要更新啦，所以呢，要去徽州，任务卡，出发吧，杰瑞。我找到了哪里？徽州。哇哦，寻找古徽州传统制墨流程。徽墨啊，文化世博啊，徽墨厂，这个地方到那么厂里去。这个到头发，这个手管。啊，咕咕。我现在到了徽墨厂。墨呢，从唐朝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现在。然后墨按材质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松烟，一类是油烟。这是果子狸油，他们把果子狸油放在这个机器里面有一个碗，然后他们把这个蜡烛的绳子勒它，然后把绳子放在果子油，然后有很多盐，然后盐来上面，他们用这个方法做灰，然后后来这个灰变成墨。是有一种树叫童子树，上面结果子，用那果子榨的油，把那个油加到这个机器里面，有一个凹槽，然后这个灯芯蘸着油来燃烧，灯芯蘸着油，它把油会吸上去，蘸着油来燃烧会产生大量的烟。然后所以它的盐凉快的时候会变成另外一个东西。炒菜火焰熏在锅底会产生黑黑的灰，这个也是灰。那个一直动的东西是什么？动的那个是个滚筒，它那个烟熏在那个滚筒上面，会产生那个黑黑的灰，是粘在那个上面的，然后把那个滚筒上面的黑灰刮下来，就是我们所要做墨的一个原料。下面呢是半机械化的，这个是纯手工的，这个烟料产量特别低，但是这个烟料是最顶端的。然后做出来的墨呢叫古盏油烟墨，是故宫修复文物字画用的。我现在要教大家怎么在家里自己做皇帝用的墨。首先你要把刚才的果子狸油放在这个小碗，然后这个绳子你要掂。第二，你要把大碗放在上面，后来这个大碗的下面有很多灰，然后你可以用一个勺子拿这个灰，然后这个灰特别黑，然后这个灰是这个样子。这个跟面粉是差不多的，细小的颗粒状的，但是在做的过程中加的不是水，加的是胶，动物的骨头或者动物的皮熬制而成的胶再把这个腌料加到里面，再加入一些中草药进去，然后敲打成像面团那样的一个个饼，就是我们墨条和好的一个原料。我现在要自己做一块墨，我要送给我爸爸。那这个可以用机器做吗？不好，手工的比较好。真的很想做面包，面包机器做的不好吃，手工的好吃很多。如果你上另外一个工作，你真的可以做面包，你可以在5星酒店做那个 pastry chef， 真的。那需要多久才学好？我觉得3个多月，然后3个多月。你觉得我胖吗？好，谢谢。养4到6个月才能完全晾干。它真的好漂亮。对，它有图案，这个是在模具里把它雕刻好的。这个地方是晾模，为什么要晾模？因为你需要让它变成很干。我现在要描金它。需要水撞好以后再蘸金粉。好了，你们觉得好看吗？今天我花了1整天的时间
终于学会怎么做回墨。我现在要跳回上海。哦，我回来了！我现在知道回墨怎么做了。那正如来说，中国几千年前发明的写字的方法真的很不错，但是现在大家都用电脑和手机，所以我怕中国传统的文化慢慢会被忘记了。还好中国有游戏公司，把它放在游戏里面。如果我是一个游戏制作，我会做一个英文版。放在国外，因为很多外国年轻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中国文化，这样会让他们更了解中国。好，那我现在走吧，拜拜。我是郭杰瑞，